清明回老家给爷爷上坟，可没想到坟快没了。村长把2万块钱现金扔在桌上。你家那块地加上你爷爷的坟，开发商看上了，2万块，赶紧签字。不签的话，那外面的挖掘机可就开过去强拆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把那2万块钱推了回去。他以为2万块足够让送外卖的我笑着签字，可那是我为了掩饰在保密单位工作的说辞。拆？你知道下面埋着什么吗？我坐在村长对面的破沙发上，村长王大富将协议重重拍在我面前，他双手撑着桌面，死死盯着我。赶紧签了！我扫了一眼金额，连市价的1/10都不到，明摆着强买强卖。王村长，这价格不对吧？连国家规定的农村征地最低补偿标准都不够。我语气平静。王大富点燃一根中华烟，深吸一口，浓烟吐向我的位置。他眼神清冽，上下打量我那身旧衣服。嫌少？赵明，你在城里送外卖送傻了吧？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法律规定，补偿款必须公开透明。王大富右手用力一拍桌子，茶杯震翻，水洒了一地。少拿法律压我！别以为在网上看点短视频就懂法了。2万买你家后山那块地和你爷爷的坟，是抬举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站起身，指着墙上的规划图，盯着他的眼睛反问道：你家那片荒地紧挨着项目中心，为什么不先征收你家的地？经个王大富，反而绕个大弯，非要拆我家？王大富脸色一僵，随即笑得极其嚣张。老子的地是预留的高级开发区，能跟你家那破地一样吗？他双手叉腰，满脸横肉颤抖。在这个村里，老子的规矩就是规矩，我说拆哪儿就拆哪儿，我说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。规矩大不过国家，我不签字，这地你们动不了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今天不识抬举，等挖掘机开过去的时候可不认人，到时候把你家碾成平地，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后山的地我可以考虑，但我爷爷的坟位置极其特殊，绝对不能动。王大富愣了一下，随即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一脚踹翻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你那个破落户的绝户坟，就是全村发财的绊脚石，挡了开发商的路，老子连你爷爷的骨灰都给扬了。你敢动下试试？王大富冷笑一声，转身大步走到门口，他一把拉开办公室的门。我不光敢动，我还要让你看着我动。大家伙儿都进来看看啊，看看咱们村的罪人。门打开，一群被王大富提前煽动的村民涌入办公室，把我团团围住。王大富站在一旁。乡亲们，开发商刚才来电话了，现在全村就差赵明这一个钉子户，是他挡住了开发商的钱，断了大家的财路。李二婶冲到我面前，一把揪住了我的袖子。赵明，你个自私自利的东西，我儿子还等着这笔拆迁款去城里买婚房呢。女方说了，没房就不结。你要是耽误了我抱孙子，我跟你拼命！白眼狼，你家一直都在拖咱村的后腿。你爸妈死得早，村里谁没给你一口饭吃？现在全村要发财了，你非要卡大家脖子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我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，感到极度陌生。明明我每次回来，他们都在念我爷爷的好，遗憾我爷爷当了一辈子好人，却没能长命百岁。我不理解，人怎么能因为钱突然变成这样？我推开李二婶的手，环视四周。李二婶，刘大伯，你们真的看过上面下发的文件吗？你们知道这笔拆迁款原本是多少吗？村民们愣了一下，面面相觑。王大富脸色大变，手下拎着一个黑包挤了进来，掏出一沓子红券来。来，村里给大家发米面油的兑换券了，这是我自掏腰包补贴大家的，拿着券去村口超市随便领。村民们的注意力瞬间被转移，争先恐后的去抢兑换券。拿到好处后，风向彻底倒向了王大富。王村长真是带头致富的好人呐，就是比赵家这个小畜生强10000倍。赵明，你那死鬼爷爷活着的时候就是个穷酸鬼，死了还要占着那块地，赶紧把你家那破坟迁走，晦气东西！老天爷怎么不劈了那座破坟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怒火。李二婶，当年你男人得了尿毒症，是我爷爷卖了家里唯一的老黄牛，借钱给你救命，你忘了？李二婶脸色一僵，我转头看向刘大伯。刘大伯，你家老宅走水，是我爷爷冲进火海把你孙子抱出来的，他背上那么大一片烧伤，你忘记了？刘大伯握着拐杖的手抖了一下，低下了头。这些人哪家哪户没接受过我爷爷的帮助，如今却都在落井下石。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。过去的人情
能当现在的饭吃吗？赵明，少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来道德绑架，大家要的是真金白银。提到钱，村民们彻底丧失良知。李二婶挺起胸膛，理直气壮：“村长说的对，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，少拿死去的穷鬼老头来恶心人。”刘大伯也抬起头，满脸不耐烦：“一码归一码，今天这协议你必须签，不签，我们全村人跟你没完。”我彻底看清了他们贪婪的嘴脸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我爷爷的坟，你们谁也没有资格动。随后挤出人群，伸手推向办公室的门。这种村子，我想这辈子也不会再回来了。突然，村委会大院里引擎轰鸣，一辆奔驰大 G 朝办公室疾驰而来，车猛地刹住，尘土飞扬。李老板推开车门走了下来，4个满脸横肉的保镖将他簇拥在中间。王大富像条哈巴狗一样迎了上去，点头哈腰：“李总，您可算来了。”王大富转过身指着我：“就是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子，全村人都签字了，就这个钉子户冥顽不灵，他非说他家那破坟是宝贝，死活不肯挪。”李老板迈着8字步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里充满蔑视。你就是赵明，一个送外卖的，装什么清高？这是给你的跑腿费，拿钱滚蛋！别在这儿碍我的眼，我的时间1分钟几百万，你耽误不起。王大富急了，一脚把钱踢到我面前。赵明，你瞎了！李总给你脸，你还不兜着？李总的公司在省里那都是通天的关系，黑的白的谁不给面子？你想跟李总斗，简直是螳臂当车！我爷爷的坟所在的位置，涉密，严禁动土。李老板愣住了，随后他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，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指着我：“你小子是不是看网络小说太多了？拿这种狗屁话来吓唬我？赵明，你真是穷疯了！为了多讹点钱，连涉密这种理由都编出来了。你爷爷就是个种地的，什么涉密，那就是个破土包。小子，我今天教教你死字怎么写。老子干开发这么多年，推平的祖坟没有100也有80。上个月有个老头非说他家祖坟有龙脉，老子连夜开挖掘机给他铲平了。你觉得你这破坟能挡得住我的工程？我最后说一遍，一旦越界，性质将极其恶劣。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。”李老板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，他狠狠朝地上啐了一口痰：“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一个死鬼占着老子的停车场用地，老子挖他出来是给他面子。我没找你收挖掘机的油钱就算客气了。”周围的村民爆发出哄堂大笑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今天你不签，老子就亲自开挖掘机把你爷爷的骨灰刨出来扬了，我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李总霸气！就该这么治治这个白眼狼，让他看看做对的下场。只要你敢动那座坟，那就准备好牢底坐穿。我已经提示的这么明显了，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喜欢作死。李老板被我的话彻底激怒，觉得我让他在全村人面前丢了面子，咬牙切齿：“好得很，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这里谁说了算。去，把工地里最大号的挖掘机给我开过来，直接开到他家坟地去，给我往死里挖，挖到底。”包工头急匆匆地跑去叫人：“走，大家一起去山坡上看戏，看看这个不听话的钉子户是什么下场。这就是得罪李总的代价。”村民们像看猴戏一样，呼啦啦全跟了上去。李老板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，他让助理打开了直播，标题直接打上“硬核老板强拆当地村霸”，直播间瞬间涌入上万人。今天我就让全网看看，老子黑白通吃，谁敢挡我的路，就是这个下场。李老板对着镜头嚣张大笑，人群浩浩荡荡来到山坡，我被拦在几米外。我拿出一台特制的加密手机，默默按了下去。家人们，一个泥腿子的坟也敢碰瓷说涉密，今天我就让我的挖掘机教教他怎么做人。我的机器天下无敌，别说一个破坟，就是座山我也能铲平。挖得好，早点挖完，我们早点拿钱。赵明就是个丧门星，活该他家的坟被挖。师傅，搞快点儿！一铲子下去就完事儿了，大家伙还等着分钱呢。巨大的挖掘机轰鸣着开上山坡，轰隆声震天，巨大的铲斗悬停在坟头上方。我红着眼拦在机器前，现在停下，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李老板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痰，喊过来2个保镖，吩咐他们赶快把我拉走。他在镜头前疯狂大吼：“给我挖！挖穿地心，老子也赔得起！今天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拦不住我！”包工头一咬牙，用力拉下操纵杆，庞大的铲斗狠狠砸进坟土中。哼，一声刺耳的电火发爆鸣声响起，全场安静下来。李老板愣住了，
王大富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直播间的弹幕瞬间清空。李老板回过神来，正要破口大骂：“你到底在坟里埋了什么？”就在这时，天际尽头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，4架直升机如黑云压顶般俯冲而来，紧接着10几辆挂着特殊牌照的皮卡汽车撞破村口的栏杆，呼啸着冲上山坡，车门齐刷刷推开，荷枪实弹的干警们如潮水般涌出，瞬间将整个山头死死包围。红外线光点密密麻麻地落在李老板和包工头的身上，包工头吓得腿直哆嗦，举起双手爬出驾驶室。李老板手一抖，雪茄掉在裤裆上，王大富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倒在泥里。这是干啥呀？指挥车的车门推开，一个肩章等级更高的队长走下车，面容冷峻，他拿起扩音器怒吼：“应急反应小队联合行动，所有人抱头蹲下！”村民们吓得纷纷抱头蹲地，浑身发抖。领导，误会，绝对是误会，我们就是普通的经济纠纷。这小子是个送外卖的，想讹我们开发商的钱。您看，这穷乡僻壤的，能有什么问题？劳驾你们出面。对，这地是村里的，我是村长，我同意挖的。这小子存心捣乱，领导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男人没接烟，旁边2名干警毫不废话，冲上前，一把将李老板按在地上。老实点，你刚刚挖断的是绝密级光缆。李老板瞬间面如死灰，掉在地上的手机还在直播。李老板的助理原本想全网直播强拆，现在屏幕里的李老板却狼狈不堪，数万人实时围观，弹幕瞬间炸锅。我操，太吓人了！李老板，这是在挖坟啊！不行啊！这开发商死定了！刚才直播是骗子的，出来挨打！队长看都没看李老板一眼，他径直走到我面前，立正，并极其庄重地敬了一个礼。报告特级规划员同志，应急反应小队已就位，请指示。洪亮的声音在山谷回荡，我平静地回了一个礼，淡然开口：“我没事，但甲级通信光线被破坏，下方的历史保护遗址已暴露，请立即控制现场。”特级规划员，他不是个送外卖的吗？刘大伯双腿打颤，这怎么可能？骗子！领导，你们认错人了！旁边的看守人员眼神一冷，掏出防爆扎带，直接将他反剪双臂死死捆住。他就是个穷光蛋，连彩礼都出不起的废物！技术人员提着仪器，迅速冲向被挖开的土坑。几分钟后，技术员跑回报告：光缆主干线受损，直接影响雷达通讯。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下面有绝密级的光缆啊！都是王大富，是他让我挖的。你放屁！是你非要占这块地的？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是王大富，是他收了李老板10万块黑心钱，他逼着我们在同意书上签字的。明子，我们糊涂啊！看在同村的份上，你饶了我们吧。我没理他们，我走上前，对着跪在地上的李老板，语气平和：“我提醒过你，坐标是红线，你偏要挖，这坑是你给自己挖的。将李老板、王大富及所有涉事开发商人员带走，当场逮捕。”队员们一拥而上，王大富肝胆俱裂：“明子，好大针儿！救命啊！我是你叔啊，咱们是一个村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你不是说村里的规矩是你定的吗？现在看看国家的规矩。王大富彻底瘫软在地，工程兵跳进坑里，开始清理受损光缆。突然有人大喊：“报告！下方发现异常构造！”泥土被迅速挖开，下方并非普通泥土，一扇生锈的厚重铁门显露出来，上面刻着特殊时期的斑驳标记，这是一座防空洞。队长快步走近，仔细观察后，转头看向我：“特级规划员同志，是否开启？”我盯着那扇门，眼眶微红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切断锁链，开门。工程兵拿来液压剪，粗壮的铁链应声断裂，几名队员合力推门，伴随着金属摩擦声，铁门被缓缓推开，一股气味扑面而来，混合着岁月与硝烟，尘封数10年的秘密重见天日。我走向昏暗的防空洞，外围那些闹事的村民全都被迫蹲在泥地里，却依旧不老实。李二婶跟着尖叫：“他爷爷就是个穷鬼，哪来的钱修这么大的坟？绝对是赃款，里面肯定藏着他偷来的金条。”刘大伯双眼通红，满脸贪婪：“挖出来，我们要分钱！”我没理会他们，打开了同志递过来的强光手电，刺白的光柱瞬间照亮黑暗的防空洞。外面伸长了脖子张望的村民们屏住了呼吸，没有金银财宝，没有任何值钱的物件，正中间只有一个打扫的一尘不染的祭台，祭台上整齐地叠放着10几套破旧的衣服，衣服上布满弹孔，沾满干涸发黑的血迹，
身后跟进来的队长倒吸一口凉气，手电光束缓缓上移。衣物后方摆放着几十个简陋的木质骨灰盒，每一个盒子上都用刀深深刻着字：游击队班长张大牛，游击队3班李栓柱。他死死盯着那些名字，眼眶瞬间红了。我转身大步走出防空洞，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些愚昧的村民，我声音发哑：没有金子，这里是一座绝户坟。我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，这是爷爷留下的唯一遗物。我翻开日记本，我爷爷根本不是你们口中拖后腿的穷鬼，当年鬼子扫荡，为了掩护全村老小撤退，一个游击连死守这个山头，全连战死，只有我爷爷一个人活了下来。爷爷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因为兄弟们都死了，只有他苟活。他穷极一生都没能帮所有兄弟找到家人，因为心中有愧，他把兄弟们的遗骨一点点收敛起来，藏进这个废弃的防空洞。他在这山头上默默守了他们一辈子。他临终前的遗愿就是把坟建在防空洞正上方。爷爷说他生前没护好兄弟们，死了要在上面替他们方风遮雨。我低头看着日记的最后一页，我死死咬着牙大声念出来：我没有金银留给孙子，只有这片渗满兄弟们热血的土地，切记寸土不可让。山风呼啸而过，那些刚才还叫嚣着分钱欢呼着挖坟的村民此刻脸色惨白。我刚刚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个个无形的巴掌狠狠抽在他们脸上。真相揭开，现场陷入一片沉寂。在场的应急反应小队全员猛地挺直了几倍，几名年轻队员死死咬着嘴唇，眼眶瞬间通红，眼泪砸在泥地里。队长缓缓摘下帽子，他转过身面向防空洞，声音哽咽，却爆发出雷鸣般的力量：全体都有，向英雄敬礼！上百名队员同时举起右手，动作整齐划一。人群中一个年长的老头突然崩溃大哭：我想起来了，我爹说过，当年是游击队拼了命才保住咱们村的种啊！我们是畜生啊！我们刨了恩人的坟啊！更多老人跪了下来，哭声震天。李二婶瘫软在地，左右开弓狂扇自己耳光。我不是人，我该死啊！李老板看着那些骨灰盒，脸色惨白如纸，他浑身发抖，用力抓住身旁王大富的领子。你简直害死我了！王大富双腿一软，裤裆湿了一大片。他们明白，这已经不是坐牢的问题了，他们彻底触碰了民族的逆鳞，死有余辜。李老板连滚带爬扑向我：赵明，我不知道啊，这都是误会。我捐钱，我出5000万给英雄修陵园。拿你的脏钱买棺材去吧。我走到爷爷破碎的墓碑前，蹲下身，用袖子一点点擦去上面的泥土。爷爷，你的兄弟们安全了，家人们来接他们了。微风吹来带走泥土，我似乎听到随风而来的还有一曲肃穆悲凉的熄灯号，号声穿透云霄，余音在山谷间久久回荡。这是对英雄的告慰，也是对恶人的丧钟。此时一个年轻的警官跑到我面前，报告，李氏集团账户全面冻结，核心骨干31人已全部落网，破坏、同性设施罪，数罪并罚，最高死刑。死刑2字一出，李老板彻底崩溃，他瘫在泥地里，口吐白沫，在地上疯狂打滚，抓挠着泥土。我的公司，我奋斗半辈子的基业啊！2名队员上前架起他的胳膊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扔进囚车。年轻警官向王大富亮出逮捕令：王大富，你已被剥夺村支书职务，你涉嫌贪污征地款、侵占集体资产，铁证如山，你名下所有非法所得已当场查封。王大富重重跪在地上，痛哭流涕：我是一时糊涂，看在同村的情分上，你帮我求求情。你刨我爷爷坟的时候想过情分吗？去跟那些英雄们解释吧，看他们原不原谅你。几个月后，村委会焕然一新，县里派来了新班子，作风硬朗，雷厉风行，曾经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。晚上7点，我在宿舍打开电视，新闻联播准时播出，播报员声音平稳：李氏涉黑案今日公审宣判，主犯李某死刑立即执行。画面切换，李老板剃着光头，穿着囚服，面如死灰，法锤落下，他直接瘫倒在被告席上。原村支书王大富判处无期徒刑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我关掉电视，罪有应得。村里的商业开发项目被永久取消，国家全资投入，在防空洞原址上修建了一座陵园。今天是陵园落成仪式，我穿着笔挺的特级工程师制服，站在第一排，身旁是省市领导，气氛庄严肃穆，乐队奏响哀乐。我看向100米外的警戒线，那里挤着一群人，是那些村民，他们失去了土地分红，现在穷困潦倒，臭名远扬，连外出打工都没人敢要，只能远远躲在警戒线外，眼中满是悔恨与敬畏。他们看着陵园的高墙，连大声喘气都不敢。
我的目光扫过街道转角，李二婶和刘大伯穿着橘色环卫服，他们正在清扫下水道的垃圾，接受着社区劳动改造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两人浑身一颤。李二婶满脸沧桑，头发全白了，她羞愧地低下头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刘大伯连扫帚都握不稳，双手直打哆嗦。我收回目光，不再看他们一眼。仪式进行到最高潮，我手捧一束洁白的菊花，迈步上前，踩着整洁的石阶，走到巨大的英雄纪念碑前，碑上刻着爷爷的名字，刻着所有游击连英雄的名字，字体鎏金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我郑重地放下菊花，立正敬礼。赵明，你和你爷爷都是国家的功臣，国家不会忘记流血的人，也不会放过吸血的虫。我点头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我抬起头，仰望天空，万里无云，阳光洒在纪念碑上，宵小已除，公道大白，英魂终于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安息长眠。